它是战争史上首次使用登陆舰艇由舰到岸的大规模渡海登陆战役。它为西西里岛登陆和诺曼底登陆提供了经验。它是美国伞兵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的首次参战。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1942年夏天，为了减轻苏德战场的压力，苏联敦促西方盟国尽快在欧洲实施军事作战和开辟第2战场。美国高层在经过商议后，计划尽快在欧洲占领区实施登陆，即大锤行动。但英国高层却并不赞同此项计划，认为率先在欧洲登陆将会造成难以预计的损失，因此提议率先在北非进行登陆。一来不仅可以消灭北非的德意军队，扭转地中海的局势；二来也能为1943年解放欧洲南部做事先演习。在经过美英高层协商之后，1942年秋季在北非实施代号为火炬的登陆作战计划正式出炉，即先消灭北非德意联军，夺取北非战略要地，进而从南面威胁德国和意大利。在火炬行动中，盟军计划由美国陆军中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总司令，指挥近11万登陆部队；海军总司令由英国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担任，指挥16艘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及650艘驱逐舰、扫雷舰和各式登陆舰艇提供支援。登陆行动的空中掩护由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负责。1942年11月4号，规模庞大的盟军舰队分别从美英两国向北非进发，并于11月5号会合后，顺利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向东航行，在行进至预定地点以北海域后向南航行。1942年11月7号晚，为了配合盟军火炬行动的地面作战，美军第60运输机大队的39架 C-47 运输机整齐地停放在英国某岛的机场跑道上，每架飞机的机翼下面还站着美军伞兵第503团第2营的士兵，他们将在起飞后夺取2000公里外的阿尔及利亚和奥兰附近的机场。1942年11月8号凌晨，在事先与维希法国军队接触后，盟军各部队在总司令埃森豪威尔的率领下，开始按照既定部署，从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一带登陆。东部特混舰队由英国海军上将伯勒指挥，负责运输登陆阿尔及尔地区的安德森美英部队。中部特混舰队由英国海军准将特鲁布里奇指挥，负责运送登陆奥兰地区的弗雷登道尔美军部队。西部特混舰队由美国海军中将休伊特和巴顿指挥，负责运送登陆卡萨布兰卡的美军部队。上述登陆地区均有总兵力约20万人和拥有500架飞机的法国维希政府军驻守。负责阿尔及利亚的东部特混编队及登陆部队由第34步兵师师长查理·赖德少将率领，除了英军第78步兵师余部作为预备队外，剩下的一部与美军第34步兵师组成。登陆行动分别在3个地点实施，一个在阿尔及尔东面，2个在阿尔及尔西面。东部盟军的登陆可以说是非常顺利，由于守军并没有进行抵抗，使得有些部队即使在错误的地点上登陆也没有受到影响。不仅守军的炮台在登陆中保持中立，一名守军指挥官更是公开欢迎盟军。东部登陆仅有的一次战斗发生在阿尔及尔港，在占领码头的行动中，2艘盟军驱逐舰为了阻止守军炸沉船只和破坏港口设备，在尝试送登陆部队上岸时，被守军较大规模的炮火攻击所阻止。在推迟数小时后，才将数百名盟军士兵送上岸，并很快向内陆推进。阿尔及尔守军也在11月8号下午6点向盟军投降。负责奥兰的中部特混编队同样分别在3个滩头登陆，一个在奥兰东面，2个在奥兰西面。盟军最西面的滩头登陆作战，因为一些事先侦察的不足，导致战场突发情况的发生而推迟。其中，比如当盟军扫雷艇正在开辟海上登陆道路时，一艘法国军舰突然出现，还因为对登陆点的水深以及沙土厚度情报不足，导致了美军登陆船只的损坏。而盟军的东面登陆部队很快攻占了守军的一些海岸炮台，但是盟军随后实施的尝试直接在港口登陆，以阻止守军炸沉船只及其破坏港口设施，代号为后备役军人行动的计划，却因敌方军舰击沉2艘盟军军舰而失败。中部舰队也与守军炮群在11月8号至11月9号间数次交火。虽然守军在奥兰及附近一带对盟军进行了顽强阻击，但是
最终因抵挡不住盟军强大的海陆空联合攻势，只得在11月9号投降。负责卡萨布兰卡的西部特混编队于1942年11月8号日出前，分别在3个地区进行登陆作战。在南部进行登陆的盟军起初因为认为法军不会阻挠，所以并没有进行事先炮击。但当维希法军向盟军运输船开火后，盟军随即开火还击。当天中午，南部登陆地的守军因盟军强大的空军支援，导致无法得到增援，只得投降。11月10号，在消灭该地区残余守军之后，南部盟军开始向卡萨布兰卡推进。负责在北部登陆的盟军因第二波登陆被迫推迟，导致守军得以重新组织防御，一度陷入苦战之中。最终在航空母舰、舰载机和海军舰炮的支援下，顺利完成登陆及占领任务。虽然负责中部登陆的盟军是西部编队中最大的一支登陆部队，但是由于天气对登陆作战极为不利，最终也是经过一番苦战后，才于早上8点完成登陆。11月10号，西部盟军各部队顺利对卡萨布兰卡实施了包围，该城也在盟军总攻开始1小时后投降。火炬行动至此以盟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但盟军在行动中的空降行动称得上是惨胜。负责该任务的美军伞兵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是首次参战。他们在英国起飞后，虽然顺利通过了西班牙领空，计划在奥兰附近实施伞降，并且占领机场。但是因为在飞行和空降时与地面的盟军部队出现沟通问题，使得很多伞兵降落在了沙漠地区，导致空降部队虽然占领了2个机场，但是损失很大。至12月1号，连同第2次登陆在内，盟军已有近26万人在北非登陆。盟军也在占领阿尔及利亚各主要城镇后，开始向突尼斯推进。火炬行动，盟军共参战73000人，350艘军舰，500艘运输船，死伤1000余人。维希法国共参战6万人，1艘战舰，10艘军舰，13艘潜水艇，死伤3000余人。火炬行动的成功使得盟军占据北非的一些重要战略基地，为后续扭转北非战争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得西方盟国构建了一条通过苏伊士运河从大西洋向印度洋运送的海上补给线。北非登陆战役是战争史上首次使用登陆舰艇由舰到岸的大规模渡海登陆战役。在战役组织和装备等使用方面，为后来的西西里和诺曼底等登陆提供了宝贵经验。而英美法联军在北非进行的空降作战，也是第一次由联合编成的空降部队实施的。但是因为时间比较仓促，而且缺乏协调配合，导致美英法伞兵在此次战斗中死伤惨重，对地面作战的推进也没能起到较大的作用。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次战斗，让美英法伞兵得到了实战锻炼，从而总结了一些联合作战的协同作战方针，从而为之后的盟军伞兵作战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